大家好，频道是英纳吉。一个月得到30万人关注的网络博主，一位淳朴善良的藏族姑娘，在直播过程中遭遇袭击，前夫的一把大火夺走了她年轻的生命。事后，所有人才知道，在镜头前热爱生活、笑容甜美、带2个酒窝的女生，竟然遭受了10多年的家暴痛苦。今天通过这个事件呢，来深入探讨家庭暴力这个话题。最重要的是，要如何避免家暴的悲剧。拉姆的本名叫阿木初，拉姆是当地一个活佛给他取的小名，有仙女的意思。他生活在四川省阿坝州金川县观音桥镇的一个农村，很多当地的年轻人都选择外出务工赚钱，可拉姆选择留在大山，靠在家种地、上山采药维持生计。虽然劳动繁重，但拉姆对生活展现出了热爱。他通过拍摄视频和外界分享自己的生活，镜头记录家乡美景，也记录下在大山里劳动和生活的点滴。环境虽然艰苦，却有阳光和鲜花为伴，放牛、采药、耕种、收获等等田园牧歌般的生活。净土一般川西北高原的雪山草地、庄稼农田，也令很多人神往。拉姆的世界里总是充满了歌声、舞蹈和笑容。他的自然朴实、对生活乐观的态度感染了很多人。从2018年5月开始，拉姆发布了200多个作品，收获了约30万的关注量，也经常开直播互动。2020年9月14日，拉姆发布了一条视频，配文把洁白的哈达献给我五湖四海的朋友们，祝福朋友们心想事成。按照计划，他还会进行一场直播，然而一个闯入者打乱了所有计划，也让拉姆简单幸福的人生在那一刻突然暗淡，直到彻底变得黑暗。因为第2天要早起上山采药，那天晚上姐夫和父亲8点多就休息了。为了不打扰他们，拉姆把直播地点选在了厨房。可直播刚开始没多久网友们发现画面中突然就进来了一个人，然后直播就黑屏了，只能听见拉姆在大声喊救命。屏幕外，他正经历着危急时刻。此时，拉姆的父亲和姐夫在睡梦中听到了呼救，两人马上冲进厨房，看见拉姆站在角落，身旁站着拉姆的前夫，也就是突然闯入家里的人唐露。唐露一手拿着刀架在拉姆的脖子上，一手拿着打火机。看到这个场景，两人都被吓懵了。拉姆大喊说：“别靠近！”唐露已经在他身上泼了汽油，想把自己炸掉。姐夫和父亲两人大声呵斥唐露，并准备报警。可就在这个时候，突然窜起了大火，拉姆也被淹没在火海之中。火势迅速蔓延，整个房子都烧着了。之后又响起了巨大的爆炸声，附近的村民都赶来。混乱中，唐露逃离了现场。事发后，拉姆被送到阿坝州人民医院重症监护室，经诊断，拉姆为特重度烧伤，烧伤面积达到了90%，昔日秀美的长发全部烧光，整个人都是焦黑的。9月17日，拉姆从当地医院转至四川省人民医院救治，因无力支付高额的治疗费用，他的姐姐卓玛和家人开始在网络筹款。得知拉姆不幸遭遇的网友，不到1天时间就为他捐出了100万元。但不幸的是，因为伤势过重，在抢救16天后，一直处于昏迷状态的拉姆，在那年中秋前夜离开了人世。金川县公安局发布通报，拉姆的前夫唐露因涉嫌故意杀人罪被逮捕，案件进入快速侦办过程。不幸发生后，拉姆曾经的遭遇也慢慢被人知晓。那个在社交平台上乐观开朗的姑娘，在10多年的婚姻生活中，竟忍受着家暴的痛苦。拉姆一家以前住在更深的山里，日子过得一直贫寒。拉姆小学毕业后没再继续读书，跟着父母务农，后来又去镇上打工。18岁那年，他认识了比他大1岁的唐露，两人谈起了恋爱。2009年，拉姆和唐露建立了自己的家庭，并陆续有了2个孩子。唐露身材高大，十分健壮。初中毕业之后就没有再读书，家里用卖地的钱开了间茶楼，生意不错。唐露索性不再工作了，每天游手好闲。没有人知道第一次家暴是怎么发生的。婚后没多久，姐姐卓玛就发现拉姆身上和脸上经常青一块紫一块，问他是什么原因，还试图隐瞒，但脸上留下的伤却无法遮盖。一再追问之下，才知道唐露动手打他因为怕被别人看见，好几天都不敢出门，甚至在拉姆生完第1个儿子坐月子期间，唐露外出喝酒，2天未归，回来就开始吵架，
然后对拉姆拳脚相加，经常打到遍体鳞伤。拉姆的母亲性格强硬会找到唐露去理论，那唐露也会为自己的不冷静而感到抱歉，所以拉姆的全家人都没当回事感觉唐露太年轻，不够成熟。拉姆也就觉得这是家务事，为了孩子就这样算了。就这样两人的日子过得还是磕磕绊绊。2012年，姐妹俩的母亲身患重病离世，父亲为人老实巴交，少言寡语。拉姆有心事就会找姐姐卓玛诉苦，卓玛也见证了妹妹在婚后的遭遇。因为父亲身体不好，所以拉姆时常回家照顾这也成为她和丈夫唐露夫妻矛盾的一个原因。唐露不想让她回娘家，也不想让她脱离自己的控制，所以每次她回去都会争吵，甚至动手。那家暴变得越发频繁，甚至不再避讳别人。有次春节娘家聚会唐露突然就把拉姆拽到街上，揪着头发就开始打。尽管很快被拉开，可拉姆的眼睛肿了很长一段时间。打完之后，唐露又和拉姆认错。还有一次呢，拉姆又被打了，跑回娘家。唐露拿了把刀，在外面给拉姆打电话，说如果不和我回家，就把你家人全部杀掉。当时拉姆的奶奶还在世，被这些威胁吓得不敢回家，躲去了邻居家的猪圈里。即便如此，拉姆没想过离婚。儿子5岁的时候，拉姆和唐露还补办了婚礼。穿着婚纱的拉姆脸上洋溢着笑容，而家暴的阴影却一直笼罩着他。朋友劝过拉姆离婚，但为了孩子，他始终没有迈出这一步。结婚10多年，一直沉默隐忍。2020年3月，唐露赌博输钱，心情不好，拿拉姆出气，当着孩子的面拿着板凳重重砸在这个拉姆的右半身，凳子都打坏了，造成他右臂骨折，还被掐住脖子，差点窒息。被打到浑身淤青的拉姆逃回娘家，终于意识到如果不离婚，那也许就要被打死了。于是两人协议离婚，小儿子自己抚养，大儿子由前夫抚养。2020年3月9日，拉姆发布了一张手拿离婚证的照片，配文：民政局走出的那一刻，我没有伤心，却反而感觉自己安全了。孩子们，妈妈会更加爱你们。仔细看这张图片，拉姆的眼睛下面还有一处淤青。那离婚后，别人曾劝拉姆到外面打工，但因为要照顾爸爸又舍不得孩子，拉姆还是选择留在山里务农。社交平台上，他曾写下这样一段话：我不是不喜欢大城市的生活，但是为了陪在爸爸身边，所以我就靠山挣钱。父亲与孩子既是拉姆的牵挂，也成为他的软肋。离婚没多久唐露就和拉姆联系，要求复婚，并带着孩子来威胁拉姆，如果不复婚就会伤害儿子。为此呢，拉姆和家人也报警寻求帮助。民警到现场其实能做的事情很少，警告唐露不要太过分，别动手，然后给劝走。但警察走后，唐露会再次回来，几次以孩子和家人的安危来进行要挟后，唐露又改变了态度，她向拉姆道歉，跪在地上反复保证以后再也不会打人。家庭暴力对孩子们也造成了影响，那2个孩子内向沉默，在学校呢也被欺负。拉姆看着他们可怜的样子，再次心软，同意复婚。就这样，在离婚仅半个月后，2020年3月24日，两人又到民政局办理了复婚手续。然而唐露并没有遵守承诺，复婚后不到10天，拉姆就被打了2次，身体多处受伤。这次拉姆跑到县妇联求助，并于5月18日向金川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以常年遭受家暴为由，要求离婚。怕唐露再次施暴呢，拉姆带着小儿子躲到亲戚家，又怕他找到亲戚家里，他每天天不亮就上山里去躲着。唐露多次电话联络失败之后，开始气急败坏，转而将矛头对准了他的家人。6月10日，他跑到拉姆姐姐卓玛的特产店，逼卓玛给拉姆打电话，被拒绝。结果唐露把卓玛打到地上，起不来。根据医院诊断，卓玛的伤情为颌面外伤、左侧髋骨骨折、左眼球钝挫伤。得知姐姐受伤后，拉姆联系法院，希望能尽快离婚。孩子抚养权的归属当然是他最关心的。那最高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会议中曾明确提出，涉及家庭暴力的离婚案件，从未成年子女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出发，不宜去判决实施家庭暴力的一方抚养子女。而且对于家暴受害者放弃子女抚养权的，要查明放弃抚养权是否出于真实的意愿。而金川县人民法院对这个离婚纠纷一案呢，是在2020年6月24日组织原被告双方进行调解，当事人自愿达成协议。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呢，协议里写到双方自愿离婚，2个孩子都由唐露抚养。那拉姆可以在不影响孩子学习的情况下定期探视。
离婚后，拉姆就经常回娘家，因为当地每年7、8月份是上山采松茸的季节，9、10月份要采羌活、贝母等各种药材。拉姆大部分时间都是和父亲在山上度过。上山很辛苦啊，所以很少有女人干这种活，要爬山好几个小时才能到。一旦上山，动辄是7、8天，采购了药材才下山。他在山上的临时住所是用石头搭起的小屋，屋顶是一块能勉强遮挡风雨的塑料布。好在他并不孤独啊，因为社交平台上收获的关注越来越多，环境艰苦，拉姆却总在视频里绽放笑容。他看到几朵小花从石头缝里长出来，或许顽强的生命力感染到了自己，迫不及待分享出来。经历了漫长的黑暗岁月，但依然没有放弃希望。亲自装修房子，在院子里翩翩起舞，大声歌唱。网友们的鼓励也给了他很多力量。高原上的紫外线严重，他的护肤品只是几块钱的宝宝霜，化妆品只有一根别人送给他的廉价口红。离婚后每月有1个星期，拉姆可以见到孩子们，他会带孩子们去县城里的游乐园。一切都在变好，他要努力赚钱，照顾父亲和孩子们，但最终却没能逃离悲剧的结局。9月初，拉姆再次上山，这一次他在山上待了10几天。9月13日，拉姆发了一条视频，他背起满满的药材准备下山了。悲剧发生后，很多网友在这条视频下面给他留言：如果时间能够倒流，我多想告诉你，不要下山。9月14日晚上8点多，唐露骑着一辆摩托车到了拉姆家，车子后面是一把西瓜刀和一个汽油桶。突然窜起的火焰夺走了拉姆的生命，也烧尽了唐露最后的一点良知。事发1年后，2021年10月14日，拉姆案在四川省阿坝州汶川县人民法院一审开庭，经历5小时的庭审之后宣判。被告人唐露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2022年3月，2审维持1审判决。2022年7月23日上午，唐露被依法执行死刑。还有很多拉姆在经受家暴的痛苦。有种说法，家暴只有0次和无数次。很多受害者都期待家暴者能够回心转意，施暴者也会愧疚自责，但家暴还是会发生。我们首先要认识到家暴是如何发生的，在生活中又该怎样识别谁是施暴者，保护好自己呢？那亲密关系中的争吵是很常见的啊，出现分歧，慢慢的进入白热化的争吵，最后有可能变成推搡或者是摔东西啊。而到了一定程度呢，人们就不会再提高冲突的等级，有一方选择离开，或者双方开始冷战，最后以一方道歉呢，互相谅解和遗忘来结束冲突。那这个过程中你会发现亲密关系中的冲突是可以控制的，双方都不想做出太大的破坏。但一旦矛盾升级到可能会到危机关系的这个程度冲突就会停止。而家庭暴力中的施暴者却完全失控。那下面我们就去深度剖析根本的原因。那先从神经生理学角度分析一下这个人的机体一切都是以自我保护为基础，会以自身的安全为第一位做出调整。那自律神经系统为了保证机体正常运行，有着不同的功能。交感神经就像汽车的油门，能够调动起人体能量，使人兴奋、紧张、愤怒等等。而副交感神经则类似于刹车系统，有着抑制心跳、血压、体温、呼吸频率、缓解紧张等等作用。抑制极端情绪的关键就是副交感神经。当对外界结果感到不安、恐惧或者是无法预测的时候，就会及时做出停止动作。那人们之所以在冲突中可以控制得当，是因为大脑对所有信息进行了处理评估。在冲突双方价值基本均衡的情况下，如果把冲突升级，极有可能给自己带来同等强度的伤害。那对这种后果的预期感到恐惧，对冲了愤怒情绪，那副交感神经就成为了关键的抑制因素，不去升级事态。所以我们以前说心存敬畏，行有所指而敬畏中的畏字所代表的恐惧就会占更多比重。家暴中施暴者绝对不是性格突变，那前期都会不断的去试探，长期评估自己和对方的权势差，巩固自己在关系中的权力地位，并开始给对方施压。如果被动一方表现得非常顺从或者是软弱，那这种权势差就会进一步扩大，直到施暴者认定给对方施加任何行为都不会给自己带来负面伤害。那副交感神经无法接受到不安因素，抑制能力不再强烈，无法抵消愤怒，
暴力就会发生，而且恢复到平静状态需要的时间也会更长。就是说，他们特别容易被激怒，但又不容易平静下来，琐碎小事就能暴怒，喋喋不休，甚至构想出许多莫须有的事情，进一步提升自己的怒气。那为了合理化自己的行为，还会把一切责任全都怪罪在对方身上。所以施暴者是副交感神经抑制能力缺失的体现。那简单点说，就是心里已然没有任何逼数。施暴者你可以去检查一下，你指定是有毛病啊。所以能看到施暴者总能呈现出一种脑干缺失的权威感。不要期望他们会改变啊，这是病，没有那个能力去改变。唯一的希望就是让他们付出更惨痛的代价，让他们感受到被最严厉惩罚所支配的恐惧。家暴中的施暴者童年一般有2种经历啊，一是小时候经历过虐待，二是童年目睹过家庭暴力。有句话叫人做不到认知以外的事情，那在这里也说得通，因为在小时候亲眼见过，意识中呢很早就被植入了家暴基因。痛恨家暴的孩子或许要用一生的时间来治愈心理创伤，才能把这个暴力的阴影从自己的意识中剔除。那也有太多小时候遭受过虐待或者目睹过家暴的人，却成为了施暴者，甚至展现出反社会人格，变成杀人罪犯。因为从小在暴力环境中生长的孩子，长时间面对暴力会变得麻木，丧失同理心。他们会认为我也被暴力对待过，但是感觉问题不大啊。同样的道理，他们也很难去感受到别人的痛苦。这个群体也就是犯罪心理重点研究的对象。这种事例在我的这个频道中也有太多了。跟家暴的人结合，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噩梦，身体和精神上遭受折磨，甚至影响一生的幸福。那我们如何识别出隐藏的家暴者呢？我们先了解2个事情啊。第一，家暴的本质是控制。第二，施暴者本意是发泄失控的情绪，而不是破坏关系。那施暴者外在体现在有被孤立感，感觉自己缺乏社会的支持，占有欲、嫉妒心极强，总怀疑自己被遗弃，所以转而变本加厉地去控制家庭成员。如果交往过程中发现对方有意无意对你进行隐性控制对你提出各种建议的同时，并要求你必须服从，言辞嘲讽并且降低你的形象，这就是一个控制的过程。那施暴者会在你面前设立权威的人设，并且很忌讳自己的暴行被外人知晓，所以很有可能让你远离自己的亲友，增加这种控制，就是为了降低家暴发生后关系破裂的可能性。因为你已经无依无靠，也无处可去，只有你存在，家暴者在家庭中权威人设才存在。如果关系破裂，那人设就成为了空中楼阁，失控的情绪也就失去了释放媒介。面对这种担忧，他们事后就会放下身段来求和。家暴不是孤立事件，如果可以的话，那交往过程中要认真探索他以前的亲密关系历史，或通过他周围人的评价寻找线索，也可以去观察他的家人。如果父母其中一方有家暴的因素，再结合对方在现实中的情况来具体分析，去寻找结果。有很多人目前正处于家暴的环境中每次家暴发生都会想脱离这个环境，却犹豫不决。有人是为了孩子，有人觉得自己脱离后呢就没有办法独立生活，还有的觉得对方可以为自己改变。那该如何能够成功逃脱呢？首先记住，对施暴者的同情就是对自己的残忍。先是心理上的脱离，不要幻想他能为你改变，对方不是习惯不好，而是已经进入病态，无法自我抑制。也不要拿孩子做借口施暴者自己小时候就生活在家暴的环境中，你让自己的孩子也生存在这样的环境，只能增加你孩子长大后变成施暴者的几率。破除以上的心理障碍呢，你还要做很多心理建设。家暴会摧毁一个人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所以很多受害者都觉得自己什么都做不好，离开后呢也没有办法独立面对生活。但这就像是一个人在只有1米深的水中把自己溺死是一个道理。只要你冷静下来，站起来你会发现生活远没有想象的那么可怕。不要丧失重新来过的勇气。经济上也要做到脱离，生存焦虑往往是阻碍受害者无法脱离家暴的重要原因。记得永远不要放弃自己独立生存的能力。如果已经放弃了，可以重新学习一项技能，我们都还有很多机会。最重要的，法律上也要做到脱离。被家暴之后呢，一定要留存证据，这样无论是在离婚还是在取得赔偿上面都有优势。被家暴之后要立刻报警，
如果无法报警，要尽快到医院诊治，保留证据。医院呢也配有报警室，也可以在那里报警寻求保护。家暴不是家务事，而是违法犯罪。反家庭暴力法从法律层面建立起了一张安全保护网，可家暴的悲剧却并没有被更好的控制。如果不认真的去落实惩戒措施，震慑施暴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纵容，让家庭暴力更加严重。只有让这部法律更加完善，认真的去执行，照章办事，秉公执法，才能让受害者们免于伤害。同时，帮助和保护他们也是国家、社会和每个家庭的共同责任。就像拉姆下山的那条视频中，网友们都在惋惜，多希望他不要下山。人们都能认识到家庭暴力的危害，谁都不希望成为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可我们都要下山回家，能否把山下的世界变得更安全一些呢？以上就是本期的所有内容，到最后别忘了点赞、支大姐，我谢谢你了，拜拜。